你们相信我一次，相信我一次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可我们昨夜确实见你身旁睡了一个女子。我是睡了，不是死了。我做没做我自己还不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喝醉酒晕乎了？小段身边睡了一个广云台的女子，那为什么广云台没有一个人出来认下？要么就是广云台怕事儿，要么就是你真……我敢向苍天和我老娘发誓，我真的是一个人去睡的。但凡我碰了他，就叫我段家祠堂不安。听说有这么一出把戏。夫妇二人运动钱财，诓一个冤大头与那妇人睡觉，然后呢，夫君便出来捉奸。冤大头不想下狱，就拿钱来买平安。咱们这是这种。如果是这种的话，早就有人来拿钱财了，还上什么公堂？对呀。我觉得此事有鬼。满楼的人。就没有一个人看见小段带着一个良家妇女入内。入了内屋子里，难道就不会闹出点动静来吗？再说，若他真是用枪，晚上便已发生了，那受辱的女子岂会陪他睡到天亮？是啊，是啊，顾大哥，那刚才当着府尹的面，你为什么不说啊？一个女子能认得出刀上她是什么人？若不是杀人越货的行家，便是渔夫屠夫家的惯手。今天人家把你的每一句分辨都堵得死死的，即便我问了，又能怎样？那怎么着？我就这么让他活活冤枉死啊？府尹既然已经把你二人放了，说明他就要好好彻查此事。咱们现在先别慌，找人多方打探才是。前两天桓王还说，因为沈大哥被印子钱的事办在汴京走不开，让我去陪他巡趟盐。这出了这档子事儿，我没脸见王爷了。若段兄弟也折进去了，帮我巡盐的事就算是完了。段兄弟已经折进去了。不错。这事儿就算最后还了他的清白，近期也不宜再过守延税之事。好在还有老耿家呢。战者勇气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就算老耿去了巡盐，这事也输了一阵子。哎，打从我们这波人进了汴京，怎么都跟着了魔似的呢？怎么谁都能被抓住把柄？宇宙山高皇帝远，手上无富贵，自然没有那么多眼线。如今将军身居高位，凡事都要再三思虑了。防不胜防啊！小段将军向来是个老实头，他马上又是要去议亲的人了，却被一个卖鱼的给算计了。你我思虑又有何用？糟了！若是与你自尽了，你们就全身都是罪，也说不清了。石头，哎，你去找段家的人和耿家的人去做个见证，看好那个渔夫，别让他出事儿。是。啊，快，你也跟着去。是。把你给活活逼死啊！顾大人，别瞎晃悠了，我娘子头都快被晃晕了。不妨事，我肚子里这个也该让他经受经受这风了。等他出来就知道，这世道远没有在我肚子里舒坦。
侯爷，怎么样？我们几个过去的时候，夫人已经断气了，怎么断气的？投环自尽。他官人和孩子还在一旁哭喊，说要一告到底。断气多久？小赖兄弟趁着把那夫人放下来的档口上去摸了一把，身子只剩余温了。这天气至少得2个时辰了。这是故意的。不错，若真是男人丧妻之痛，又怎么会忍心看妻子悬在梁上2个时辰？这妇人回到家里，本只需等他上堂就可，却为了盯死我们，悬梁自尽了。可见对方是下了血本了，这事儿没法善了。好边境，好战场。侯爷，刚才我听耿家小叔说，耿将军一回家就被他家大娘子抓了一番吵闹之后正气着，然后我们又去报那妇人可能自尽，耿将军气得不轻，又是一番吵闹，直接瘫在床上起不来了。刚才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也别为难他了，连耿将军都派了这出戏了，只托病在家里不敢出来。若是在沈家说，我只怕张大娘子更加焦虑不安，她肚子里还有一个呢。今日事多，侯爷想是心情烦闷了。多事之秋啊。如今这可怎么办？桓王去地方彻查延误了，身边没有武力帮手撑腰，可不成呀。你想去吗？能做得如此周到，恐怕不只是几个衙役和官吏了。当地指挥营应该已经是不干净了，得有人去整顿整顿。还必须得是一个能镇得住，得杀几个祭祭祖宗才是。陛下能让你去吗？如今，老沈和小段都已经官司缠身了。剩下个老耿，他家里那个是只母老虎，其实特别在意他。这事儿，他就算扮成泼妇闹到文德殿去，他也不会让老耿趟这趟浑水。剩下的只有我了。虽说，我当初是从虎口里面把陛下和桓王救出来的，但若没有他们，我也到不了今天这般田地。更娶不上你。饮水思源，我还是感恩朝廷的。我就是舍不得你，在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离你很远。我这一走，你就离我更远了。就你疑神疑鬼的，我不就在这儿呢吗？这个没心没肝儿小妇。哎呦，侯爷，别这么使劲勒我，不行，疼啊！你不疼，怎么能记得你侯爷？哎呀，不行，你别这么勒我，我有了。你有什么了？我还能有什么呀？张大英已经来看过了。就有了！你有孩
没事。哎呦，这怎么了？没事，啊，没事，没事吧？手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不用这么小心。没弄特别好，刚才我太冲动，太忘形了。你饿不饿？没什么不舒服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。哎，你好好睡，好好睡觉啊。我都已经吃过了，也不用再吃什么了。没吃，你就得多吃点儿。侯爷高兴的都傻了。我想起了唱歌。金荣姐，总是会哭，现在不会了。唱歌被他生母给糟践了，咱们这个孩子一定得当心呐。不是，我现在就在府里呢，不有事儿呢。会派一堆人给你，你会找人给常某去送信儿，他应该不是便会到来，到时候帮你料理家务和一些琐事儿。这个府里头啊，万一有人找你麻烦或者欺负你，千万别跟他们计较。或者装模作样，或者给个笑脸儿，一切等我回来，自会为你出气。你现在可是2个身子了，千万不要与这些破财计较，折死了自己。乔治，你是不会再跟我生气了。我拿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拿你有什么办法？参见陛下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哪个是侯爷？祖母，我觉得您就是太想我了，特地找个由头拉我来家里玩。谁稀罕你这小猢狲？哎呦，你还不承认？没你在我跟前，我自在了许多，是不是，方妈妈？是。我才不信呢！哎呦，祖母，你看你都瘦了，一定是想我想的吧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你得相思病了。相思病了。这样，你把我带在身边，一刻也不离，叫姑爷急上一急。
击上一击。这老太太呀，见了六姑娘就变小孩了。怎么还腻在一起呀？有谁伤着了？姑娘，你也是做大娘子的人了，这些日子可得当心啊。小桃啊，这吃的、穿的，甚至熏香炉、银丝炭，还有园子里的花草树木，你都得当心。是，但就你可记着啊，如果发现下人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，也不能放过。是，宝妈妈说的对。姑爷走了，如今朝堂又不稳当，你要诸般当心才是。他留意着呢。他还特意把他贴身的常嬷嬷从扬州老家接回来坐着。那好，你们小夫妻两个心里有数，我就放心了。听说你大娘子的姐姐康王氏与你家婆母交好，常过来叫你陪着过去用饭。我3回5回也就去1次罢了，不妨事。那不是个正经人。早前蛊惑大娘子放印子去，如今你华兰姐姐、长柏哥哥都成婚了，他闲来没事，不听我劝，仍跟他这个姐姐交往，想必不会有什么好事情。你不必把康王氏放心上，犯不着碍着大娘子的面子。我上辈子一定做了什么好事儿，才让我遇见这么好的祖母。我可真不知道他们王府是这样的，可不是吗？盛家儿媳给婆母请安，婆母安好，身体康健。我好，我都好。你有了身孕，就免礼吧。姨母又来了，姨母也安好。摊上你这么个厚道婆婆，10天半个月才来请安一次，也只有你能忍。她有了身孕了，是该多歇歇。你看看那气色，都能掐出水来。倒是你憔悴了。你这婆婆做的呀，苦啊！这长辈还没让坐呢，怎么就坐下了？我想着姨母自然会让我坐下，便先坐了。什么规矩？你祖母素日就是这样教养你的，这才嫁过来几日，就忘了我妹妹你嫡母素日对你的教导。说起来，我祖母也是姨母您的长辈，您这般议论长辈，又是什么规矩啊？攀上高枝儿了，口气也不一般了。哎呀，这都能顶撞长辈了。我从小养在祖母膝下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在，都容不得旁人这般诋毁我祖母。您若觉得我说的错，那我们便去你妹妹我嫡母面前分辨个清楚吧。不恭顺的东西，你仗着谁的势力？大娘子，常嬷嬷来了，请大娘子过去。这是我们二哥的奶妈，从小把他带大的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宽厚过了。一个奶母，也能让大娘子去见他，你真该好好管管才是。你怎么擅自把暗号改了？我
差点没反应过来，什么呀？常嬷嬷是真的来了。啊？哎呦，那快点！哎，大娘子慢点，也不急着一时半刻的。好好。哎呀，大娘子啊，气色好，怀相好，瞧着一定是个听话的孩子，不折腾人的。听话，听话。哎，郎中说我一切都好，嬷嬷你不用担心。哎，我们家哥呀，这算是苦尽甘来，连嫡子女都有了。蓉姐儿也听话，刚才还给我写了2个字看，说是会看账簿了。这都是大娘子悉心教导的好处。他是在我嫂子海家家属上的学堂，都是你学究教的好。大娘子不必过谦，哥儿都告诉我了。哥儿娶了大娘子你，也是3生有幸。哥儿这次一说呀，我就立马过来了。嬷嬷您年纪大了，还让您这么操心，真是。这康家的常来，还都要大娘子来呢。可不是，大娘子好说也是有身孕的人了，她一来，那边就要向妈妈来叫大娘子去见，3天2头的。我们大娘子推了1次又1次，也不好次次都推，即便是去了，也上这个戏路，十分厌烦。丹菊姑娘是大娘子身边的老人了，可知道这康姨妈同亲家是何等亲疏？我们姑娘可怜，从小就没了生母，家里的大娘子也没有管过一日，都是我们老太太养着的。老太太岁数大了，就指望着我们姑娘一个平平安安。这康家若是懂事的人，便不好叫一个孕妇来来回回的操劳。大娘子是有些害口呕吐，可谁家的大娘子害口的时候不呕吐呢？总不好老不出去见人吧？等吐完了还是要出去，见的又不是外人，是大娘子的嫡亲姨母。既然是嫡亲，想必也是能体谅的。今日就不去了。大娘子都推了3、5回了，这不好每次都不见吧？还有咱们家大业大的，这样会被人说闲话的。送向妈妈出去。哎，向妈妈，我送您出去。大娘子记着身子不舒服，我便应该留下来陪大娘子，怎么好就走呢？你是个有爹生没娘养的，你娘就没大过肚子，你娘就没吐得死去活来过。高门显贵的大娘子，诰命的夫人，便是陛下娘娘也见过，轮得到你这个老贱人在这屋里说3道4？我是来替我们大娘子传话的。好，他们非要我们夫人去见，夫人去不了，我这个老泼皮去见。常嬷嬷，常嬷嬷，向妈妈，向妈妈。这什么呀？我是个粗鲁人，向妈妈您可别在意。走走走，吃点茶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走走，你们放开我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对了，我有个庶女叫康兆儿，最是温顺的。之前来你这吃过1杯酒。哦，记得记得。哎呦，长得跟朵花似的。我瞧着到了年纪，想给她找个好人家。哎呦，好人家可不易找啊。最好嘛是知根知底的，又有自己家亲戚在的，是不是？想必这是康家姨母吧？这是我们家老二那个倚老卖老的乳妈。常嬷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老婆子倚老卖老，来替我们侯爵夫人道个不是了。
实则是夫人身子重，不好经常挪动。想来两位都是长辈，也不是如此不体恤的，非逼着她来相见不可。哎，感情天底下只有她一个怀过孩子的，这仗着肚子里头有货，托大拿乔，不尊长辈。呸！你也算长辈。圣贤说母慈子孝，这是要母慈子才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们敬着你亲家娘家的人，才叫你一声大娘子，你还真当自己是碟子菜呀？你们康家不过是盛家的连襟，跟咱们顾家打着好几个弯呢。到这儿来冲什么长辈不长辈的？我们家的长辈在这儿坐着呢。常嬷嬷，你是疯了吗？快，闭嘴，出去！瞧见没有？我们有正经八百的长辈，就等着我们大娘子给顾家添人口了。如今里外谁人不知道夫人有着身孕？休说是闺阁朋友，便是亲家祖母和嫡母也不大来打扰侯爵夫人养胎。如今倒好，来了个不知狗头嘴脸的姨母，三天两头的来摆架子充老大。我呸！要是我们侯爷的骨肉有什么好歹，你那3两重的骨头赔得起吗？哎呀，你们都是死人嘛！快把他拉下去！大宅院里头犯不上这么多人，我自己出去。什么东西？自家死个人呢，奔丧都没这么勤快。还是王家出来的姑娘，康家的媳妇儿，没半点大家妇人的模样。3天2头往这家跑，怕是来打秋风的吧？你这个泼妇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给我打他！不能进去！嘿，什么东西？你当这是你们康家呢？睁开眼看看，这是我们顾家，是我奶儿子的院子，这通家都是我奶儿子的家产，轮得到你来充掌柜？拖出去！这满天下去问问哈，哪个体面人家能叫一个大着肚子的，连胎都没坐稳的来回的跑啊？有人倒好，还蹬着鼻子上脸，这不要脸，各有各的花样。更有呢装傻充愣的，怎么的？打量着侯爷若是无后，还能便宜了谁？母亲，咱们继续下棋去，走。走啊，母亲。那外面坐。母亲。爹爹不是跟咱们说过吗？外面的事跟咱们没关系，咱们下自己的棋。现在就是把算盘砸了，也没想动了。你们若不肯平安的过，我告诉你们，黑心肝的，自然有不平安的等着你们。你这个泼妇，我去撕了他的嘴！妈，你给我回来！看什么？扶起来呀！常嬷嬷年老糊涂，发了疯病。满府里谁不知道太夫人您是最宽厚仁善的？那些污糟话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呀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要是计较了，就不宽厚仁善了。只求太夫人多担待，侯爷回来后一定狠狠责备，重重处罚，给太夫人出气。现在也不能责备了。侯爷回来定然是要狠狠责备的，太夫人请放心。从小到大，我连重话都没听过一句。您老了，要受这样的气，用这么个小贱婢来打发我，看来这不动手也是不成啊。可若成也就罢了，若不成，
您的名声、您的脸面可就全都完了。什么名声，什么脸面，那都是虚的。更何况，就现在我这名声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而就是现在这样过日子，猜都猜得着。往后啊，就要看盛明兰的脸色，吃他赏的那口生饭。那我这半辈子，岂不是白活了？您快上来歇会儿吧，这大热天的，让陈谢来替您干。哎，行了，行，你又没干过这个，别添乱啊，去坐那儿休息一会儿啊。哎呀，这次巡演多亏了顾侯出面了。听说他家大娘子如今有了身孕，她能够撇下娇妻幼子，深入虎穴，不容易。顾侯可是最算得稳之人了。哦，这话怎讲啊？顾侯忠心可表，为先叔王尊亲的第一日，便得罪了太后，被责打20。此后在家养伤，多日不朝，自然避开了为陛下出力的机会。胡说什么？他开崔太后乃是为了朕，可是也为了他保全自己呀，让他避开了朝堂的纷争。此后沈大将军被参了，小段将军也得日日去开封府报道。眼看陛下身边的得力之人一个个都落了马，别无他选，只能顾侯出头顶上。他如今撇下娇妻幼子，乃是替朕南下巡演。且不说他神勇无敌，就说他母家就是做盐商出身的，这巡盐啊，对他来说易如反掌。可是也不曾见他主动上奏替陛下分忧。眼看陛下身边的臂膀都折断了，这才勉为其难替陛下走这一遭。这分明不就是为了邀功吗？何至于此？嗨，顾侯乃是一个粗直汉子，挟朕大事从未推诿过。顾侯可是看得长远之人，当初咱们还惊慌失措的时候，他就力劝陛下入京，这心机城府可见一斑。听闻他那个侯爵夫人也是个人物呢。他那个大娘子，不就是盛洪家的那个庶女吗？他的祖父曾种过探花，如今出了个盛长白，也还算不错，算是个人才。这个大娘子啊，可是个出了名的。听说在做姑娘的时候，就跟其他人勾勾搭搭的。郡主娘娘的脾气啊，瞧不上她是个庶女出身，就快刀乱麻斩情缘。哪个齐大人？就是那个冲在前头反对陛下称亲的那个小公爷齐衡啊。他呀，只不过咱们从禹州来的人不知情罢了。谁知道后来怎么又攀上了顾侯的高枝，还将国舅爷同英国公的家事打理得清清楚楚的。说句不恭敬的，就算是咱皇后娘娘，也未必这么清爽的把事办妥呢。胡闹！你敢非议皇后？陛下，陛下，臣妾年纪还小，说了句胡闹的话，您还真的往心里去啊？库廷烨
能有这样能干的大娘子是她的福气。可惜臣妾是个愚笨的，若能像盛大娘子那般，也可替陛下分忧些。如今桓王同顾侯来往亲密，现如今又一同去巡盐，便是盛长柏大人，也是顾侯的大舅官呢。这如今三位一体，同成一党，就可为桓王、为陛下分忧些。三位一体，同成一党。这三位才华卓越，自然能各司其职，为朝廷的兴旺，为陛下的宏图出力。但愿宁远侯能够规规矩矩这么做。贵妃娘娘庄安，手里拿的什么呀？太后娘娘得了几枝绢花，要奴婢拿去给各位娘娘挑选。方才皇后娘娘刚选完，正巧就碰着娘娘了。娘娘该说的话都说了吗？禀告太后，一切顺利。婶婶让我们去查那旧账簿，我们发现后院一个洒扫的老伯母，她家里原来是经济州造务农的。她说，那年天下风调雨顺得很，她自小就有炊饼吃，凡是30岁时遭了灾，才脱儿带女的迈入府中。没错，也就是说，这年的粮价比去年高是应当的。可后来那几年，明明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怎么账簿上的粮价却年年攀升？其中有鬼。问依两位姑娘看，是有什么鬼啊？这位外管事办差多年了，一开始还挺老实的，后来博得了院里的人的信任，就少了这个顾虑，就虚报高价，从中吃钱。不错，可咱们自家也有错，纵然是用老了的人，也很应该时时督查，才博动人心。咱们自家给了人家份心，也怨不得人家钻。瞧瞧，瞧瞧，我们家这俩姑娘多能干呀！有了这身本事，不管日后有什么变故，都能活下去。小桃，快点把我那首饰匣子拿过来，给他们两个随便挑。来，真的，谢谢婶婶，谢谢大娘子，我太高兴了。婶婶对我们太好了。大娘子，康家的赵二姑娘来拜。赵二表妹，就她一个人吗？是。让她进来吧。哎，快看看写上了什么。表姐，大娘子叫我来赔个不是，说是她老糊涂了，请表姐莫要往心里去。表姐，您若是还气着，便打我几下出气吧。不过是常嬷嬷脾气大了些，冲撞了姨母，该是我的不是。也指望姨母不要生气才是。表姐，真不怪大娘子了。赵二表妹，在我这里吃点果子，玩会儿再走吧。表姐既不见怪了，请过去隔壁院里吃我家大娘子一杯水酒吧。康姨妈又来了。好啊，那我就不去了，你过去好好玩吧。咱们这院子也刚做了一番，你可以再看看。请
表姐过去，就吃一盏酒，就一盏酒，不然我这没法给我家大娘子交代啊。表姑娘，万不得如此，没得折煞我们大娘子了。快起来，起来。既然表妹在宣宁城还有宴席，那我就不留表妹午饭了。我送你，这二姑娘。走吧。这个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试试这个。让请。哇，这个好看。这个呢？怎么样？真走了吗？走了。娘子，在我们院里哭了半晌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欺负她了呢。就是。大娘子，昨日说午饭用乳糖浇做甜点的，可做好了没有啊？蓉姐同贤姐吃吧，我去隔壁吃盏酒。姑娘，庶女的日子难挨，我若不去，一定会被康一魔狠狠打骂一顿。我就去吃一盏酒。总应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